老铁们放慢脚步，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2025最新恐怖片《摔仔斗邪神克鲁苏》。群杀善良的人类。话说在雅典附近的一座小岛上，生活着很多无忧无虑的居民，他们白天劳作，晚上喝酒唱歌，别提多惬意。阿杰喜欢穿着水兵服，手上拿着乐器来到这座小岛，从此他就住在这里唯一的小旅馆。然而有天晚上，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先是地表发生了轻微的震动，接着在近海里有什么怪物在若隐若现，不过这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。到了第二天，这个震动变得非常的强烈，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居民普遍认为这是短暂的地震而已，毕竟没有造成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。于是舞照跳，马照跑，这个岛上的居民艺术气息格外的浓郁。不久电视上有新闻报道出来，主持人表示有关方面找不出地震的具体原因，反正也就不了了之。到了晚上，水中的那个怪物渐渐生出了一部分到水面之外，岸边的女人似乎感觉到什么。与此同时，阿杰带着酒吧的侍女丽丽来到这边谈恋爱，两人互相说着衷肠。丽丽说几句突然就要回酒吧，阿杰也就没想那么多。渐渐他看见有三人正在往海中走去，仔细定睛一看，其中一个人不就是丽丽吗？吓得阿杰赶紧冲到水中拽住她。此时阿杰这才发现丽丽木木呆呆，就像是着了魔。无论阿杰怎么呼唤丽丽，她就是不说话。阿杰只好抱着丽丽回到岸边，其他两人继续走进水里。几秒之后，丽丽醒来。Sorry, you were... What? What did you do to me? Do to you? No, you were walking in the sea in a daze. What? No, I was only dreaming. I would never... That wasn't a dream, believe me. 丽丽最终也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两人只好返回酒吧。与此同时，在酒吧找乐子的教授突然神情恍惚，说着胡话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。万万没想到，教授被驶来的车子狠狠地撞击，司机竟然不管不顾飞车离去。路人一看，赶紧呼唤人们来帮忙。阿杰和丽丽听见动静冲了过来，此时的教授已经快不行了，肚子开了一个大口子，猪下水都流了出来。有人就打电话叫救护车，丽丽暂时用衣服堵住肚子上的大裂缝。10几秒后，热心的路人开车把教授送去医院抢救。看样子这里已经有人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控制了大脑，做了一些危险的举动。到了第二天的早上，长发男和梅站在海水中。哎呀，弄了半天是没做的噩梦，他也是第一次做这么可怕的怪梦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另一边，巡逻的警察发现路边有一辆车子出了车祸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近一看，哇塞，魂都要被吓掉。车上的两个人早已被剥了皮，浑身流着番茄汁，吓得巡警狂叫不止。在一栋老房子里，长发男走到阳台，他看见神父被一辆车碾压过去，但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梅就去找心理医生，看看噩梦是怎么回事。他就向医生讲述了他童年发生过可怕的事情。当时有4名匪徒洗劫了他们家的房子，其中一个匪徒不但扭断了他心爱猫咪的脖子，而且还要想杀害他的父母。这搞得梅非常的愤怒，拿起父亲珍藏的斧子，把那名匪徒脑袋砍断，接着又把其他匪徒的脑袋砍了下来，并且把他们的脑袋钉在他家栅栏上。心理医生觉得梅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。Και γι' αυτό το λόγο προσπαθούσατε να δημιουργήσετε ευεργετικές ιστορίες, οι οποίες ναι μεν είναι ακραίες, αλλά τις παρουσιάζετε αρκετά ρεαλιστικά. Όμως说白了，医生认为梅身上就有一种病态心理。梅听得脑壳直冒火，因为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于是就从随身携带的包里真的拿出一个被晒干的头颅。梅表示就是他杀了猫咪，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上，因为这样只会给他带来好运的。医生都看傻了，他从未遇见过这样离谱的病人，吓得大吼一声，直接晕倒人事不省。反而是梅开开心心的走出来，毕竟不把心里的话吐出来不快。到了下午，丽丽准备酒吧营业，她在搬弄椅子的时候，发现了人体残肢和大量的不明粘稠液体，海里的那个怪物又升起了一部分。到了晚上，医生回到家门口，突然他觉得哪里不妥，于是就站在那里不动，看看有什么情况。
夜深了，海边泛起了浓雾，突然窜出一只怪物，飞进了酒吧。哇塞，竟然是一只类似八爪鱼的怪物！很明显，它是这回生物。长发男都看傻了，只见它开始攻击人类。一番恶斗之后，子弹都无法消灭触手怪，反而有不少人被怪物拦腰缠斗，而且半截身子还被怪物拖在地上到处乱跑。毕竟只有一个怪物而已，所以到了最后，大家群起而攻之，什么五花八门的武器都用上了，有人还用刀把怪物长长的触角剪断。然而怪物的战斗力之强，超出了大家的想象。就在怪物要对长发男下手的时候，一个大聪明竟然开着一辆小车冲了进来。马甲男气愤地弹了一首曲子，哎呀，竟然把怪物炸烂！难道怪物怕声波吗？他的血液是绿色的。在场所有人开心不已，因为是大家的团结一致才干掉了怪物。酒吧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大家纷纷结伴回家。可是没走几步路，就在一个路口被警察拦住，前面已经被政府封锁了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这时又出现一个怪物，飞了一圈又跑了。看样子这个小岛上已经出现多只同样的怪物。丽丽无法回家了。他想起了阿杰，于是就约阿杰一起到海边，然后用阿杰的腰带绑住双方的手腕，一起睡去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阿杰醒来却发现丽丽早已不见。此时整个岛屿以及附近的陆地到处浓烟滚滚，小岛上剩下的居民在梅姨的带领下准备对怪物发动反击。他们开始准备和改装各式各样的武器，以便更好地杀死怪物。教授从医院跑了出来，他看见海水中怪物又升起了一部分。不久，本岛的几个黑社会也加入进来。梅姨拿起那把祖传的长柄斧，这下他们觉得人强马壮的应该能够打败那些怪物。不久，他们主动出击，先是发现教堂有动静，小帅就主动站出来要去迎战。他先是跳了一圈战舞，哇塞，这只大怪物竟然瞬间发出像激光一样的光芒，把小帅的脑袋打掉。小帅脖梗上的番茄汁就像喷泉一样洒得到处都是，其他人都看傻了。怪物之强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长发男捧起小帅的头颅，万万没想到小帅竟然还给长发男使眼色，吓得他赶紧把头颅扔了出去。剩下的人并没有被吓到，纷纷大吼大叫要与触手怪血战到底。他们向教堂发动攻击，果然在教堂内部的大院子藏了很多的触手怪，大大小小都有。双方大战了几百回合，人们终于把那些触手怪打跑了，然后就让眼镜男先到教堂的内部看看，接着大家陆续走了进来。哇塞，教堂里所有没有来得及跑的人都被剥了皮，死在座位上，那个场景简直不要太恐怖了。大家就四散去找大喇叭，以便发射声波彻底干死那些触手怪。突然一只大触手怪出现，有钱的全部冲着触手怪开火，足足打了10几秒，怪物还是跑了。与此同时，教授来到了海边，丽丽也走到这里。那只海中的大怪物终于升了起来，那是一只超级大的触手怪，两人都看傻眼了。突然触手怪发射激光束，等丽丽睁开眼睛，教授已经消失了。另一边，还在院子里找大喇叭的3人被触手怪攻击，先是大壮右手被打断，接着黑帮头子被触手揭开脸皮，现场惨不忍睹啊！两人接着战斗，突然大壮头一歪，似乎有什么东西钻进身体里。几秒之后，有个触角竟然从大壮的断手之处钻了出来，大壮倒地身亡。小胡子彻底疯狂，胆子也大，找到了大喇叭的位置，然后让里面的人接上电源，然而电源始终无法接上。这时那只超级大触手怪飞了过来，在另一个区域，阿杰正在和触手怪搏斗。教堂里的人也不想等死，就有2人冲出来，想到隔壁拉电线，很快一只触角把杰克收走。与此同时，小美正在修理发电机，几番操作之下，发电机开始工作，喇叭接上电源，
传出音乐声，可是触手怪照样在天上飞来飞去，还把阿杰扔了过来。这下所有人都齐全了，看样子这个喇叭没起到作用。之前那个种情况是碰巧的，大家纷纷走出教堂，准备一命抵命时，只见梅摇摇晃晃走了出来，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晒干的炉骨，扔向超级大橱柜。万万没想到，触手怪无论大小竟然全部消失。小岛获救，你说这些怪物是来自深海呢，还是来自外太空？影片到此基本结束了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吧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。这是一部极具希腊特色的克鲁苏恐怖片，里面还穿插了希腊的神话故事，恐怖氛围的营造在后半部分达到了高潮，前部分直接砍掉都行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